现在来看看你手机里最吃容量的 App 占用前几名是谁？没有意外的话，很可能有这个只拿来传好的绿色 App。LINE 刚进台湾的时候啊，很单纯，免费传讯息，免费打电话，贴图还很可爱。当时 WhatsApp 还要收大约30块钱，LINE 直接用免费杀进市场。台湾人很务实嘛，不用钱就先装。但15年后的现在，事情变得有点失控。但是台湾有2200万月活跃用户，渗透率93%。在台湾交换 LINE 比交换名片还要更自然。这不是我说的哦，是官方自己说的。台湾LINE公布过，每天LINE传送超过10亿则讯息，每天有850万则讯息被收回，每天有1000万个活跃群组，贴图每天传送将近6000万张。这些数字合起来很简单只有一个意思：台湾人已经不是在用 LINE 了，台湾人已经活在 LINE 里面了。现在 LINE Premium 来了，奇怪了，那在台湾赚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在商业端啊，从街角的小吃店到跨国大品牌，无一不在抱怨 LINE 官方账号的推播费暴涨。而在消费端，它竟然还一刀挥向用户，要大家每个月花165块去订阅 LINE Premium 方案。所有人都在抱怨，但为什么没有人能逃得掉？这支影片我们来看看 LINE 是怎么绑架台湾的。讲到 App 绑架，今天要来介绍我们的干爹 Genspark。在这个 AI 时代啊，工作上也有另一种绑架，查资料是一个工具，写稿又一个工具，做简报再一个工具。你不是缺 AI，是被太多 AI 工具切碎了。Genspark 是一个 all-in-one 的 AI workspace， 它是最近推出的，并在12个月内达到2.5亿美元 ARR。像我做这支 LINE 影片，第一步一定是查资料。如果按平常的做法，我要一直切网页、复制资料、开表格，再整理成脚本。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用 Genspark 把资料整理成可以进到下一步的素材，它直接帮我整理，然后列出了台湾、日本、泰国3个版本的价格对比表，甚至连汇率都帮我算好了。接着资料整理完，我还可以把它丢进 Genspark 的 AI 简报，比如这份 LINE Premium 研究整理成简报大纲，它就可以直接规划每一页要讲什么，哪里比较适合放比较表。在这个过程中啊，甚至会自动抓取网络上的图片素材，出来的简报也很精致。接下来很实用的就是 AI 语音，我有很多资料、文章、研究素材，真的很懒得坐在电脑前一直看啦。这时候我可以直接把素材丢进 Genspark， 这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可以在健身、走路、通勤的时候，把原本很难消化的资料变成可以听的内容。你听听看效果。它第一波主打的功能包括进阶备份、相簿升级、无痕收回。如果你也常常在不同的 AI 工具、文件、简报、资料之间切来切去， Genspark 就是想把这些工作收敛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干爹有帮大家准备优惠，通过资讯栏的连结开始使用 Genspark 就可以获得干爹提供的优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资讯栏连结开始试试看。最后再次感谢今天的干爹 Genspark。好，工商结束，接下来继续看另一个比较不想让你自由的 App。很多人看到 LINE Premium 的第一个反应是每个月160，不爽不要用啊。这句话在一般商品上成立，咖啡太贵我可以换一家，串流平台太贵你可以退订 ，AI 模型不好用，你可以在 Claude、Gemini、GPT 之间跳来跳去。但通讯软体不是这样，像 Telegram 的界面更流畅，有免费的云端储存空间嘛。那 Instagram 也早就能收回私讯了 ，Discord 在群组协作上也更完整。而这个问题就是你换了没有用，因为通讯软体的核心不是功能，是人啊。你要换，你爸妈也要换，主管也要换，客户也要换，幼稚园老师、健身教练、房东、外送员、合作厂商，最好全部一起换。我都没有办法想象2200万用户是什么意思。台湾人口也才多少？LINE覆盖了从幼童到高龄者全年龄阶段，还有全阶层人口，这样高达2200万用户的绝对垄断，替代成本高到等同于无法替代。而 LINE Premium 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是因为它变贵，而是它卖的不是一个更好的服务，而是把你离不开它这件事情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先来看进阶备份，官方说 Premium 可以备份文字、照片、影片、语音、档案，容量上限是100G。这功能听起来很实用，也确实很实用。但是为什么到2026它才变成一种付费功能推出来呢？LINE 其实很早就知道台湾人把聊天室当资料夹用，客户的合约、老板的语音，甚至是过世家人的合照，全部散落在几百个聊天室里。这是 LINE 也同步关闭了聊天室记事本免费上传影片的功能，把免费功能切到付费墙外。但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LINE 有没有个 LINE Keep 免费1G 的云端储存空间，可以永久保存多数的档案但后来它在2024年把 LINE Keep 关掉了，结束服务，后来只剩下 Keep 笔记。LINE 说这是替代功能，但是你东西丢上去2周后，档案又失效了。LINE 其实是刻意不做档案治理的，你可以想象嘛，它大可以设置一个好用的档案分类系统，但它偏不要，因为混乱本身也可以变现。它就是要让大家习惯把通讯软体当成云端硬碟。LINE其实可以去解决档案过期的问题，但它选择养套杀，先养大你的数位囤积症。当你要换手机，怕这几年的青春与工作证明不见时，这160就是你的赎金。接着来看无痕回收，这个功能更微妙。原本免费24小时的收回讯息时间，被无情砍成1小时
新功能付费合理，但是把原本免费的功能缩短，还把更好的版本放进订阅里面，感受就不一样。现在我凌晨9岁传讯息给前任，或者把糟糕的东西传到公司的群组，只有尊贵的付费用户可以维持你的社交体面。这个无痕回收啊，而且还是单方面的，不是有点鸡掰，就在系统性的制造资讯不对称。而且修改讯息历史这件事，该变成付费的功能吗？我们把国际上能跟赖匹敌的巨头拉出来看，赖的策略就更明显了。每个企业对对话的几乎所有权归属、历史的不可篡改性，还有隐私边界有着不同的哲学设计和商业取舍。Telegram 在2019年开始就让使用者可以删除自己或是其他人的讯息，没有时间限制，也不留下痕迹。WhatsApp 的删除讯息大概有2天的时间限制，而且删除后会留下提示。而韩国的 KakaoTalk 最近才把讯息的删除时间从5分钟延长到24小时。但是不管如何啊，你必须维持对话的透明度和信任感，双方有一样的权利，而这也全是免费的。你再回头看 LINE 的策略啊，特异性昭然若揭，立马实现痕迹、社交体面切成付费等级。这个伦理灰色地带被 LINE 货币化了，没有其他通讯软体敢这么做，但是唯一一家把讯息收回时间和收回时的隐蔽性作为付费强卖点的企业。其实一直以来啊，通讯软体业界都有一个共识：基础的通讯功能和隐私权限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是 LINE 打破了这个底线，这在商业策略上啊，尤其是东方社会，我们这种人际的压力，你也可以理解吧？或许利润丰厚，但是作为一个93%台湾人口都在用的公共设施，它有着垄断性的地位。你对修改历史的能力明码标价，我认为这是资本权力的滥用啊。如果哪天他告诉你，你连知道对方有没有已读的权利都要付费订阅的话，我也不会太意外就是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自选个人档案还有讯息排程这类功能。自选个人档案啊，可以为不同的圈子设定不同的大头照和昵称。讯息排程也很方便，工作讯息可以排程发布。但是我觉得很低语耶，到底是谁让台湾人公私不分的？当你生活被工作群组找得乌烟瘴气，让你居然反过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权利包装成 Premium 卖给你，这不是完全不能收费，只是观感真的很特别。到这里你对想，既然吃相那么难看，那我们全台湾人一起抵制，把它删掉不就好了？很可惜，那早就已经不是靠聊天功能留住你。其实，在一开始，那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深不见底的商业野心了。LINE在称霸台湾短短3年后，当全台湾人都习惯天天要把 LINE 打开的时候，它正式把手伸进了我们的钱包里。LINE Pay 诞生了。LINE Pay 是 LINE 系统最成功的东西，甚至日本的母公司还让 LINE Pay 在台湾挂牌上市。LINE Pay 在2025年交易量达到8000亿元，使用者超过1300万人，注册卡片有2000万张。境内外的支付据点超过70万个，这已经不是附加服务了，是大量台湾人的生活日常。LINE Pay 和我的连接也很深啊，中国信托和 LINE Pay 联名的千账卡，这是我高中的第一张卡。我那时候哪懂什么邪恶的资本野心啊，就觉得熊大很可爱，然后呢还有毫不手软的点数回馈。那时候刷卡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那些 LINE Point 的回馈啊，竟然够我在 Seven 白吃白喝好几天。而这种用点数和忠诚的策略大获成功，在我们不知不觉开心赚回馈的时候，LINE Point 早就已经成为全台湾流通性最高、最强势的虚拟货币了。LINE Pay 逐渐成为全台湾市占最高的第三方支付。当几百万人习惯为了点数用 LINE 结账之后啊，它的金融版图就开始疯狂的扩展。LINE 开始不甘心只做扫码工具。16年它入股一卡通，让你连转账都离不开它。而21年呢，LINE Bank 上线，直接杀进了纯网银的战场。短短时间收获超过200万名存户，而到最近，他甚至一脚踢开之前的合作伙伴一卡通，自己拿下了完整的电子执照，华丽转身，还风光的挂牌上市。在此，我们的一卡通默哀3秒钟。LINE 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一个通讯软体的升级史啊 ！LINE Pay 覆盖了全台湾1半的人口，全台湾1大半的金流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你的人际关系、支付习惯、点数资产、银行服务都跟 LINE 绑在一起。删除 App 就不是少一个聊天工具这么简单了，它早就已经不是通讯软体，而是台湾的数位基础设施。有了 LINE Pay 只是第一步，因为支付这件事很特别，它不是单一的功能，是所有生活的服务最后都会经过的地方。LINE 一旦把结账层放进自己的 App，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很清楚了，它就要发展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服务，这是 Super App 的核心。它不是功能要很多，是入口要够深啊。你要叫车可以用 LINE Go， 不用另外下载叫车 App， 也不用重新注册账号，全部都在你最熟悉的 LINE 里面完成。而下车就可以顺手用 LINE Pay 来结账。接着是 LINE 旅游和 LINE 购物，你想要订饭店、买机票、找商品，理论上可以打开浏览器去其他的电商平台比价。但是啊，你只要从 LINE 的入口过去，它就会拿着超高额的 LINE Point 回馈当诱饵。就是用点数打造它的围墙，全部都留在它的生态系里面。你以为自己省到了钱，但平台看到的是，你绕一圈又回来了。
赖理伟是同一套逻辑，他看准了亚洲社会很讲究人情来往这件事。最后是 Line Today 和 Line Boom，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功能很烦呐，但那烦归烦，有用啊。在台湾中年阶层粘着度超乎想象，老一辈在等讯息、无聊滑手机的空档，眼球一来牢牢被锁死在 Line 里面啊。到这里，Line 的形状就变了。它不只是单纯的聊天，也不只是支付，它开始接管你一天中很多零碎的动作。这个就是 Super App 可怕的地方，它不是要所有的功能都做到最好，只要让每个功能都让你刚好离不开。好啦，其实 Line 跟一般用户收的那160块，真的还只是小钱啦。它已经用便利性绑架了消费者，接着这个庞大流量要拿来干嘛呢？当然就是拿来勒索那些想要做生意的商家。再回想一下，现在去餐厅吃饭，是不是越来越多店家要你扫 QR code 加 Line 点餐，或是要加官方账号拿会员的优惠？这个就是入口垄断最舒服的地方。商家以为自己省下了开发成本，但实际上把客户关心交给平台。这下 CRM 和 Line 的 UID 死死的就绑在一起了。截至25年啊，台湾 Line 官方账号的数量已经飙破340万个。从跨国连锁精品到你家巷口的小吃摊，全部深陷其中。所以企业从找客人、发优惠券到经营客户，全部都在 Line 里面完成。这时候 Line 理所当然就变成一个不用讲理的收费站啦。企业在发送推销讯息要收取高昂的推播费，而消费者结账用 Line 要再抽一次手续费。数据说话，即使店家反弹压力极大，Line 的官方账号开设数量竟然还能逆势增长13%。企业一旦进来就很难再离开了，因为如果你哪天不想用 Line 了，你跟客户的沟通管道会瞬间断裂。现在我们来把前面讲的东西全部拼在一起思考一下。当 Line 同时掌握了2200万人的食衣住行，同时又绑架了全台商家的 CRM， 它迎来一个终极进化 Line RMN。这个真的有点可怕。以前品牌要塞广告给你啊，靠的是一种叫做第三方 cookie 的技术，它又像是一个数位跟踪狂，在你背后贴标签，记录你去逛过的地方，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卖给广告商。但这套追踪方式现在已经越来越不稳定了，基于隐私，大家正在联手把这个跟踪狂全面封杀掉。这个广告产业啊，已经更重视第一方资料、会员资料和零售资料。现在全球品牌都在恐慌，不知道客户喜欢什么了。这时候Line笑了，他根本不需要派人跟踪你，因为他早就已经掌管了一天的食衣住行。在2024年，Line发动一场震撼业界的结盟，他联手零售业霸主统一集团，把超过1800万会员的 OpenPoint 数据库正式纳入生态圈。你知道Line原本就在线上主机占尽优势，那跟统一集团无所不在的线下消费和购物迷信进行不是要结合，会变成怎么样子呢？这很变态，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系统最近发现啊，你在 Line 购物里面看婴儿用品，那周末你在家乐福买了叶酸和无咖啡因的饮料，而上周开始你在 Seven 消费避开了有酒精的饮料，又加入了几个亲子用品的官方账号。品牌可能不一定知道你是谁，但系统很可能知道你在进入哪一个人生阶段。接着 Line Beacon 补上最后一步，这个有点毛骨悚然的流程是这样子的。Line Beacon 可以通过店家或是车站里面的发讯器，让 Line App 接受新品啊、优惠券啊，还有特价资讯的内容。Line 壁纸也写得很清楚，以 Line Beacon 为中心，使用者进入50公尺的讯号范围内，就可以收到官方账号讯息的推送。也就是说啊，系统知道你最近在看什么，知道你可能想买什么，知道你过去买过什么，现在也知道你走到哪里了。下一秒，专属限时优惠发送到你手机里。所以这是为什么 Line 敢调涨企业端的费用，推 Premium 会员。为什么一般用户骂归骂，但最后还是离不开它，因为它卖的已经不是 App 的功能了，它卖的是接触台湾人的位置啊。最后我们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台湾呢？Line 在日本、泰国、台湾都有 Premium 类型的会员方案，但是各个市场的福利组合不太一样。台湾是 Line 全球版图里面市占率最高的市场，但是最始终的客人却拿到最坑的方案。日本的 LYP Premium 网页价是508日元，包含了贴图的基本方案，可以使用超过1200个贴图。而泰国的 Premium 月费方案是169泰铢，包含了你知道的100G 备份、多重个人档案。而他们也多了 Line Man 还有 Line Shopping 的相关福利。唯独台湾拿到了一个很诡异的大礼包，我认为这个非常具有迷惑性。Line宣称这些购物、旅游、礼物的红包加起来超过400块，远超过165块的月费。但是我算给你看，首先Line旅游的红包要买5000元才可以用，Line礼物啊要买599，所以呢，你为了赚这400块，你每个月必须要在 Line 生态系里面多花超过5000块，这哪里是折扣，根本是强迫消费。这也对应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人使用率高，替代品弱，商家依赖深，支付内容、CRM 广告资料都接了起来。所以呢，在日本，Line 还要跟其他的服务竞争，而在泰国，Line 还要把 Line Man 这种生活服务做出吸引力，而在台湾，
它已经站在一个天花板的位置了，所以呢，连装都不用装。说到底，我们也许都应该感谢 LINE， 它教会了2300万人最宝贵的一课：免费的东西永远标着你付不起的价格。15年前，我们为了省这30块，以为自己赚到了，但换来的是一整个国家的社交关系、金融密码还有消费者的隐私全被存在同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只有 LINE， 今天我们骂 LINE 如果明天出现了另一个免费的 App， 刚好更方便、更便宜、更可爱，台湾人很务实的，不用钱就先装，然后再用15年的时间把自己再锁进去一次。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哪一个 App， 而是你拿什么去交换那个不用付钱的幻觉。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干爹，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这里3金我是佑，我们下回再见，拜。